懒得看电视，现在又没事，欢迎收听《解密404》，我是解密爱出事的泽维尔，我是解密小恐龙棒棒。解密404，洗了歌，洗了歌，洗 ，yes。哦，好，我等一下来确认答案，等一下，这是什么意思？我刚刚在念404。哦，那是是哪一国？我们等一下直接请旁边的贵宾来帮我们解答，我刚刚到底有没有念对？对，我们今天节目邀请来了一个非常重量级的来宾，没错，是我们帮请各位帮我们各位听友跟那个节目上的好朋友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来宾到底是谁呢？是，我觉得可以看看说，就是最近在台北街头，是不是会有看到可能有一群人骑着自行车的身影？脚踏车，没错，然后。这就是他们正在呢，就是纪念310的西藏的抗暴日。那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西藏台湾人权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的这个秘书长扎西慈人，扎西大哥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欢迎扎西大哥。大家好。对。那我觉得 Destiny 是什么意思？吉祥如意，吉祥如意哦。所以刚刚邦邦是尝试在讲这句话，没有，我刚刚是说洗了歌，洗404，我这样有念对吗？洗，这是洗，那了歌，洗，所以我很念对，洗了个洗。对，404这样，觉得数字404好难哦，真的，我在那边学，然后我觉得那个发音其实很难呢。是，哇，现在真的是走向国际耶，就是整个就是多语文化。因为其实我们在那个还在那个大学跟研究生时期的时候，我们学校有那个全世界的所谓的跨文化日，然后当时候呢就有遇到藏人同学，所以呢，其实我是非常喜欢藏人同学，因为他们非常的具有和平的意识跟概念。然后常常会跟我们在通识教育上面通识课的时候会分享，就是西藏人到底在流亡世界流亡藏人他们在追求什么样的诉求，和平的诉求是什么。所以这个整个新闻事件呢带出来，刚刚邦邦也有讲嘛，在为西藏自由而起的那个新闻事件底下，310抗暴整体的事件，我们就简单的来帮各位听友们来爬梳一下好了。其实在这个1989年的3月的时候，在这个对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不满的这个人士呢，发起了示威的游行，他们叫做所谓的骚乱，但是我觉得他们是和平的集会。实际上因为在新闻的用词上面可能受到了很多中共政府上面他们不同的媒体宣导的用词上面的不同，因此有不一样的解读。但我们解密404呢，总是要听听人民的声音，以及听听流亡藏人的声音。那很想问扎西大哥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在您一开始出生并不是在西藏，对不对？我在印度流亡出生。是。那其实我们听到了很多新闻事件，我们有很多的，比如说台湾民众可能对于藏人不太熟悉，而我们熟悉的历史是在大概是我们的前总统李登辉先生有邀请过达赖喇嘛来到台湾，那时候才开始了对于台湾人民对于流亡藏人的诉求有一点点的认识。那想请扎西大哥帮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流亡藏人在海外的整体的诉求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模式？诉求就是因为刚做1959的时候，达赖喇嘛专程跟8万个藏人流亡，他们的主要的目的，他们刚开始可能有几个月、几年会解决要回去自己的国家自己家，但是以前66年嘛，在流亡中然后他们主要目的要回去自己的家，然后要原来的西藏就是一个单纯的西藏，有宗教自由的，或者是自己的上师跟达赖喇嘛在一起过这个国家上的非常自由的一个宗教。是的，对，所以那1951的时候，像中共强迫签约17条和平协议之后到现在。虽然在那个协议上面提到是非常好的，但是真的是用不到嘛，所以说法王跟8万个藏人要流亡到印度，所以我们在继续努力中。
那很想知道，就是在这个扎西大哥的想法当中，对于这个所谓的17条和平协议，它是真的和平协议，还是实际上对于我们所看的新闻资料来说，它可能对于藏人是一种剥夺，或者是一种类似谎言的存在吗？和平协议是一点没有和平了，那也是一个假的协议，是正确的啊。那当初中共要对西藏政府要签17条的时候，那个西藏政府是没有愿意要签的，但是他强迫。是，然后那个时候的时间，这情况也是真的非常非常糟糕。非常危险，要消灭我们的文化、宗教、教育这些嘛。然后有法王的达赖喇嘛尊者的生命也有非常危险的。是，所以那这个情况来讲，也是他们在17条和平协议里面提到的内容是听起来非常好的，可能会说保留西藏的文化、宗教，然后继续达赖喇嘛尊者跟班禅喇嘛的职位还是会继续保留这种的。但是不到10年，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常常会讲的，中共讲的跟做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那不到10年，达赖喇嘛要流亡嘛，不流亡的话，他生命有危险。那如果没有达赖喇嘛的话，西藏很早就结束了。所以对我们西藏人来讲，达赖喇嘛尊者是非常重要。所以那个17条和平协议是一点没有和平，那这是一个假的和平协议。是因为其实我们在跟各位听友们分享今天来宾所要讨论的这个关于流亡藏人他们的和平诉求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想要帮各位听友们来解密一下，就是有关于西藏法王达赖喇嘛以及就是班禅就是之间的这个关系，以及我们常常听到就是所谓的仁波切转世这3个很在藏人文化里面很重要的专有名词，可不可以请扎西大哥来先帮我们解密一下有关于就是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之间的关系，以及仁波切这重要的这个模式，他们之间是怎么相互的认证，或者是在宗教文化上面怎么样做认识比较好？好，那西藏就是一个宗教的国家，然后我们并没有说西藏一定要佛教，西藏里面也有基督教、回教，什么宗教我们可以接受的，但是大部分就是佛教、藏传佛教的。那藏传佛教的历史跟它的传统来讲，是达赖喇嘛尊者认证班禅喇嘛的传世，那班禅喇嘛会认证达赖喇嘛的传世，这样过了很多年嘛。然后我们做华裔就是2007年的时候，中共有一个新的法案，那个 Order No. 5提出来，就是说，未来西藏的传世这些是中国政府会决定的，有这种的一个法是 Order No. 5。是，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所有人全世界知道，中共不相信任何的宗教，他就是无神论啊。对，那他怎么会管在那个藏传佛教的传世的部分呢？是，所以呢，我们也有很早就有心里面想到说，那中共主要的目标就是15次达赖喇嘛。那所以说，那14次达赖喇嘛认证的班禅喇嘛，从6岁是绑架了，然后他们自己要拍出来一个假的班禅喇嘛嘛。那所以现在14次达赖喇嘛也是在流亡中。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在中共一直紧张、一直关心未来15次达赖喇嘛的部分。那现在14次达赖喇嘛在活的啊，他一点没有关心14次达赖喇嘛现在在流亡的那个达赖喇嘛，但是他一直会准备15次的达赖喇嘛。所以中共是要想骗世界，就是说他可能会派出来是一个假的达赖喇嘛15次的。但是藏人非常相信达赖喇嘛尊者还没离开这个地球之前，他可能一定会安排外来15次的达赖喇嘛。是，通常我们在比如说我们身为台湾人，或我们身为其他世界上面的国家的人种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称呼达赖喇嘛会比较尊敬一点？就比如说刚刚听到扎西大哥口中是尊称为尊者跟法王嘛，那我们也可以这样叫吗？可以，但是并不是说一定要讲达赖喇嘛尊者跟法王。如果说刚出我来台湾的时候，我听到台湾的新闻媒体会提到达赖的时候，每一个藏人心里面非常有痛。
因为原因是因为当初中共那个什么来控制西藏的时候，也是他们一直会讲达赖分裂组织嘛，是没错。所以那个一直听到达赖的时候，是我们心里面有一点是有不礼貌的感觉哈。但是讲达赖喇嘛也 OK。那有一些在台湾比较多有藏传佛教的法王的弟子，那他们是一定会讲达赖喇嘛尊者跟达赖喇嘛法王。是，了解哦。所以各位听友们听到这边，大概知道了有关于藏传佛教以及就是西藏对于政教合一很多年这样的一个历史跟这个文化脉络。那很想问这个扎西大哥有关于，比如说像达赖喇嘛，因为他是政教合一的领袖，那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新闻事件，我们看得出来的是目前的这个状态，就是达赖喇嘛他我们最近有一个民选的，就是司政。那原本在所谓的藏传文化里面，就是政教合一如何走向了政教分离？那达赖喇嘛目前他所的思考的这个模式是要怎么样走下去？比如说流亡政府的未来走向等等。这个对我们来讲，觉得达赖喇嘛专责给我们一个民主的教育，然后他自己达赖喇嘛来讲，在我们的历史上面400多年，他是政治什么政治宗教合理的我们的领导人嘛，是。然后400多年，我们知道达赖喇嘛是真的非常辛辛苦苦，然后他所有的他的力气也是在外来国家、外来人民。然后最后1959的时候我们流亡，然后1966年是一年，他1959 3月17号从达赖喇嘛专车从西藏离开，然后到印度1960那一年，他又成立了我们西藏国会，所以9月2号是变了我们西藏民主日。所以法王刚到流亡，他那个时候那么年轻，那个时候他已经有目标，已经有想到说在流亡中我们要发展一个民主的教育。所以慢慢，最后到2011年的时候，然后达赖喇嘛专者完全退休从政治，然后那个时候2011年的时候，我们在达尔姆沙拉有一个很大的开会，全世界的藏人有到那边，那我是代表台湾的藏人去参加这个开会的时候，本来就是我们开会3天的，后来法王说那3天不行，应该要4天，所以我们4天可能世界各地的藏人的代表来开会，然后最后的抉择，大家的决定就是说，第一，我们要求达赖喇嘛不能离开我们的政治的部分，也是要继续当我们的政治领袖。那个是应该不可能的，因为法王自己有一个目标，法王的主要的目标是他活的时候要继续，我们流亡出身的第2代、第3代的人要可以拿那个西藏的政治的责任啊，所以他一定要退休，一定要离开那个政治。所以呢，最后每一个藏人的有第一个要求是法王当我们的国王，像英国的 Queen 一样，就是要当我们的国王。第二是说我们流亡政府现在我们叫 CTA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但原来是我们会讲流亡政府，所以这个流亡政府的名字要继续要保留的。然后第三也是有希望以后我们需要达赖喇嘛专者的时候，他也是会继续会帮助我们这个什么流亡政府的那个上面哈。然后法王第一说，我没办法当国王，因为你们是一个乡亲跟一个什么讲尊敬，所以要让我当国王。那我在世界各地说，一个国王要管制人民，跟一个喇嘛上司要管人民，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哈，在民主国家来讲，所以说我没办法当国王他是讲确定的。然后第二是说，流亡政府这个名字是有比较难，因为有很多中国的压力底下，那我们名字不重要，我们要做什么，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最后名字也是有改了 ，CTA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有改了。然后第三，法王说，如果未来需要我们达赖喇嘛的帮助，在我们西藏的国家议题上面，所以他说，当然，我600万的藏人里面，我也是一个藏人，所以我也有这个责任。所以你们在我退休之后，你们自己在民主的方式投票选出来的，刚刚你讲的施政，那我们再继续做。如果说中间有
问题没办法走下去的话，那我在啊，他也是有提过这个。所以那这些是对我来讲，因为我是在流亡出生的，我常常会讲我没有去过自己的国家，有可能一辈子看不到自己的国家。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非常骄傲，就是说因为在流亡出生一个难民出身的一个藏人，是达赖喇嘛专程给我们民主的教育，所以今天我们流亡难民的一个人可以投票选出来自己的领导人，然后自己的意见可以提出来。政府如果对人民不对的话，那在中国那边那么大，也是中国人民，或者是在西藏自治区，中共盖的一个西藏自治区，这个里面的西藏人根本没有这种的权利，是啊。所以说这些是在我们流亡中也法王给我们一个教育的。因为其实扎西大哥就是讲出来这些，我们听起来，扎西大哥非常平稳的阐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可是我听起来心很痛，然后也很酸。原因是因为我们常常听到各种藏人的朋友在台湾，然后我们常常在新闻事件上面看到。然后都觉得，因为简单的诉求，其实要走的路其实是非常非常艰辛而漫长的，对，尤其就是整个国家的建立，然后新的制度的建立，然后那个领袖跟人民的沟通，或者是人民的诉求等等之类的。而且西藏过去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王国，然后而且是一个很强大的王国，所以在整个历史上面我看了很多资料然后在比如说很像那些故事书的绘本啊，或者什么讲了藏人的历史等等的，其实还有百科全书等等讲了藏人的历史。有时候我开始因为历史的史观是因为某个政府他对于文化上面的把控会有所书写的历史，在谁手里对，然后所以过去我们讲说过去的台湾的执政党国民党的时候，他所书写的历史是比如说蒙藏委员会或者是怎么样，那西藏会在什么中华民国的什么框架底下等等的这些，我觉得都可以辩证的看，让他就是更贴近史实一点所以这边想要问扎西大哥，就是回归到您的家人的历史身上所以在您说您是流亡在印度出生的，那您的父母在这个西藏当地当时候有经历过这个抗暴的过程吗？是有这个是应该在我台湾里面没有提过的。在日本2008年我去Olympic Torch 在抗议的时候已经警察抓，然后关在23天。那个时候是有一些媒体上面我也有提到我爸的部分，因为我爸爸是我是从阿里西藏来讲，是我家是印度尼泊尔的边界，就是阿里山有一个我们叫康仁波切，但是中国管制西藏之后，名字全部有改了嘛，所以他们讲阿里县。所以说我家在阿里那边的所以那个时候中共一进来我们故乡的时候，他们有抓我爸爸，那他也关在监狱，他应该有很多有过程啊，最后可能他有杀，那这个之前他可能从监狱跑掉了，所以跑到印度来。然后印度来之后，像我爸妈生了11个小孩，然后我们生活也非常非常穷的。然后那个时候每一个藏人，因为第一代的藏人他们不会讲英文，不会讲印度话，是国际的观念也不会，所以说还有那么多小孩所以说生活上面是真的非常辛苦的。那我18岁的时候，是我们在印度南部那边有一个藏青会，南部的饭会那边的，然后那边开一个活动，藏青会从印度南部到德里要走路的，然后到德里这个活动，那个时候我本来就是在尼泊尔工作，那我爸那个时候没有电话嘛，所以说他要寄给我一个 Telegram， 那个有一个写信是那个 App 是吗？就是Telegram 寄给我，那个上面有提到说 Come immediately, mother serious， 这妈妈有严重，你快过来，这种很小短的一个字电报。所以那我从尼泊尔回去印度的时候，我妈妈 OK 啊，没有问题啊。那后来我问我爸，为什么你那经济叫我过来？他说你要参加藏青会的活动。因为他答应藏青会，他要参加，因为他是年纪蛮大，所以藏青会说你不行，所以他说不是我儿子会参加的。
反正那一年1992的时候，我参加一个藏青会的活动，从印度南部到德里，然后德里那边之后我们去中国大使馆那边抗议完之后，那个活动变得很大，然后我们在印度最大的监狱关1个月，那1个月之后我出来的时候是。大家在非常难过，但是我朋友他们说你爸很开心哦，你爸很骄傲，是你在做这些活动，然后关在监狱，他那个时候我也心里面觉得应该他不爱我吗？这种的感觉，因为我自己没有那么知道，没有那么怎么讲，没有那么了解这个我们西藏独立运动跟这个部分，所以最后我爸过世之后。那我心里面觉得说啊，原来我爸爸不讲而已，但是他非常爱国家，因为他过世之后，我有想到他的很多故事跟我讲到，那个没有跟我直接讲，但是他也是有讲很多，就是你的责任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来流亡？我们不是来流亡是因为要赚钱，也不是到别的国家要拿别的国家的身份，我们就是西藏人，所以我们的主要的。那个责任，达赖喇嘛带回去自己的家，然后虽然没有那么简单，要面对中共，但是一代到一代不能忘记自己的责任，是 as a being a Tibetan 西藏人的责任不能忘记。所以这些刚刚讲的时候我也听听而已。那后来我爸过世之后，那我心里面觉得，那原来是我的这个命是应该要做外来国家的。所以我爸过世之后，然后我心里面想说，那应该我要继续做，所以我不管多辛苦多累，可能会继续。那不是我啊，现在在流亡中的很多，我去过很多别的国家，也遇到很多西藏年轻人，第2代、第3代人，他们也是非常非常努力中。是，哇！那像扎西大哥，因为刚刚有提到说，可能这一辈子都没有踏到那个西藏的故土的时候，那您对西藏的意象，或是您对西藏的文化这些理解等等的，您是怎么来建立起您对西藏的民族认同这样子？像我们本来就是在一个西藏社会、西藏村，在印度来讲，虽然印度是蛮大的，但是印度政府给我们一个特别在西藏村，在那个西藏村里面也有我们自己的文化教育啊。然后达赖喇嘛尊者刚出要求印度政府我们要学校的时候，印度政府说印度那么大，你们的学生随时可以加入。随便一个学校，但是法王说他要的学校是特别要一个学校，所以印度政府最后给我们 CST Central School for Tibetan 为了特别西藏人的学校，所以那个学校里面我们有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文化、宗教这些方面。了解。因为其实想问扎西大哥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新闻事件关于西藏人权跟自由争取这件事情是。不断的有很多新闻报道出现，那国际社会也都非常非常的关注。那就想问扎西大哥有关于一点，就是达赖喇嘛就是西藏法王这边，他所的诉求是流亡政府是中间的路线。那您对于刚刚口中您所分享的是完全是独立路线，那这2个路线之间有没有在国际解读上面，我们应该要怎么认识比较好？好，刚出我们在流亡的时候是从达赖喇嘛开始，是所有的人就是一个独立的路线，没有另外一个路线啊。然后像藏青会也很多非政府组织也是都是独立路线的。然后后来慢慢1991开始，达赖喇嘛尊者也有遇到很多，因为我前面讲的没有达赖喇嘛，西藏很早就结束了嘛，所以说达赖喇嘛尊者真的非常非常有责任，不管在流亡的藏人，或者是600万在西藏里面的西藏人，所以他非常有责任的。然后他也有提过很多话，就是说像有些说，你们在民主国家的藏人，遇到一个中国领导人到你的国家，假设你在德国、法国、美国在哪里，中国一个领导人到那边的时候，你可能会讲出来你自己心里面有什么话，生气什么都会讲出来，之后他不会跟你怎么样，因为你在一个民主国家上嘛，但他回去中国之后，他所有的生气要给西藏里面的西藏人，是他更紧，更给他们那个嘛 pressure，所以这样也是法王有提过，所以说在民主国家上的
藏人，如果你有机会遇到一个中国领导人的时候，你可以礼貌要跟他尊敬，然后要礼貌跟他解释，不用要讲一些有的没有的很脏话，或者是你生气的所有的话，你完全这个一部分是你的应该有关心国家、关心人民，但是你这样一些口气讲出来的时候，那他回去西藏，然后在西藏里面，西藏人是非常那个痛苦。是第一，第二，法王的那个路线的中间道路是没有那么简单。我坦白说，因为有时候我跟我藏人讨论的时候，因为达赖喇嘛专者是一个指别心，他是一个千手观音的传世，对我们来讲，他没有我，因为藏传佛教里面也说没有我，没有我的之下，你要那么努力，你外来谁？你知道？所以说，因为藏传佛教是外来别人。If you're doing something for others， 你要做为了别人的好处的话，那这个开心是真正的开心的。宗教说的，你那么辛辛苦苦赚钱，为了你自己，有可能这个钱有一天给你压力，你懂吗？所以说，因为那个宗教的想法，所以法王秘密知道。西藏是自古来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今天说达赖喇嘛专程跟我们的西藏联网政府，现在是要中间道路，并没有说要西藏独立。但是中共是一直说你也要拿掉，是自古来西藏的独立，那个是你要拿掉。那个达赖喇嘛也说，那个我没办法，因为那个是不是历史就是历史，我没办法改变历史嘛。没错。那现在来讲，是我跟我们的联网政府是。没有 ，we are not seeking for independent。我们在中间道路，那是自古来要拿掉那个西藏独立，是我们没办法。那有另外一个是，如果刚刚我想到说，因为那个时候在美国的中国代表要想跟达赖喇嘛讨论，是因为2008年的时候，有世界各地的领导人有 pressure 给中国，说应该跟达赖喇嘛要谈西藏的部分嘛，所以最后那个时候吴请涛是那个中国的领导人总统，然后他安排美国的代表跟法王要谈西藏的事情，但是还没谈之前，他有一些一些有什么讲争议吗？一些法王要答应的，像刚刚我跟你讲的，法王先要答应说，自古来西藏独立要拿掉，他提了一些条件，对。然后另外一个是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然后这个也要放进去。那个时候我在台湾呢，我也压力很大，我不知道法王会说什么，因为今天在全世界来讲，每一个。因为我们在66年在苦难中的在联网上，所以我们知道是什么时候谁会帮你的议题上面。第一，你自己要厉害，不可能别人没有一个好处，他也不可能会帮你的。第一是我们自己经验过的，所以那我不知道法王会说什么，就法王讲的很直接呀。第二天的法王说，刚刚我讲那个历史我没办法改变，实际上。自古来独立就是独立啊，那个我没办法改变嘛。那现在开始我没有说要西藏独立，我要支持那个中间道路嘛。是第一，第二，你刚刚问到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你问错人，台湾是不是中国，或者是台湾人民会决定，不是我达赖喇嘛要决定的，所以你问错人。这个讲完之后到现在，中共跟西藏联网政府的中间有一个我们讨论的有一个 network。这个已经断掉了。所以是经过那一次讨论，2008年的时候，那2010年开始到现在都没有。原来因为刚刚听到一个很重要的年份是2008年的时候是北京奥运举办，所以那时候其实世界各地有很多的抗暴，不管哪一个族群的抗暴人士，没错，然后和平诉求都非常非常的多，包含阻挠圣火的传递等等，因为奥运的精神就是跟人权非常非常有关系的，就是和平，各国和平。是。那你怎么会把这和平的这个神圣的运动赛事办在一个没有在讲求和平跟人权的国家？而且那时候中共政府就是为了要办奥运来彰显他自己的国力有多大。然后当时候听那时候的新闻事件是藏人那时候也有所谓的抗暴事件。
对不对？对，所以在那时候其实有很大的中共政府对于西藏人民的镇压，因为刚刚从扎西大哥口中的分享是，我们只要听到比如说海外有很多的藏人，他只要有所诉求的时候，中共政府就会发脾气，就会欺压自己在西藏土地上面的人民。对啊，没错没错。然后他如果把这个事情再影响回去到外面的流亡藏人之后，它就是一个跨境镇压的概念，不是吗？没错，其实它是一个环环相扣，一直不断的，就是我觉得藏人就是一直在血泪当中的。对，而且刚刚听到那个中间道路，我也觉得所以中间道路不是只是所谓的独立非独立这样二分法的概念，它是一个在这之上，就是想要再更有智慧的去处理整个的故事这样子。没错，那想问扎西大哥有关于比如说刚刚讲到了台湾，那您选择来到台湾，然后成立这个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的这个 NGO 的想法，那时候的契机的机会是什么？对，我刚在印度的时候，我也是在藏青会，跟我也有关心注意在台湾的民主发展上面。是因为你刚刚前面有提到前李登辉前总统，他如果没有请到达赖喇嘛专车带到台湾的话，应该我也不可能来。然后也有很多的藏人跟很多西藏的宗教的喇嘛，也不可能会来。但是不能说以前没有西藏人嘛，有啊。你前面提到汉蒙蒙会藏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是那个中华民国宪法上面有提到嘛，没错，所以他们有带来蒙藏。那蒙藏底下有很多喇嘛，很多什么的藏人，奇奇怪怪的也非常多啊。那重点是1997年开始，是台湾跟西藏有新的路线，看到另外一个路，就是说前面在流亡的藏人。大家没有喜欢台湾，台湾跟西藏的关系是非常 complicated 非复杂，因为是我们知道台湾那个时候长辈非常辛辛苦苦为了台湾的民主自由，但是宪法上面有提到西藏是中国的，会有蒙藏，所以流亡的藏人觉得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说西藏是他的，中华民国也说西藏是他的，所以我们觉得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是差不多，两个都要拿西藏的，所以这种的观念这种。然后1997年之后，达赖喇嘛来这边，1998年成立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这里。那一年我也来台湾的。那来台湾的时候，主要的目的是我今天做的那一个。我想说，如果有机会的话，到台湾，虽然我非常辛苦，因为我没有认识任何的台湾人、任何的西藏人，那我也不会讲一句话。中文我1、2、3也听不懂，我是在印度南部乡下出生的，没有接触过华人，但是我说，如果说我去台湾慢慢可能学习中文之后，有一天，当然我有一个机会可以成立一些组织，或者是我会遇到一个中国的公共课或者是学生，那我有机会可以跟他讲到真正的西藏的情况，所以那。1998年的时候，我来台湾，然后刚出真的是没有任何的组织。那第一个我们310活动是2004年，是我们这个藏人7个藏人有成立有准备这个活动，然后那一年我们认识台群会。之后到现在，很多的 NGO， 台湾的 NGO， 还有台湾的民间团体，不断的一起支持在我们这个活动上面。那最多来讲，2009年的时候有3000多个台湾人有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现在来讲，因为刚出是真的非常孤单，因为我们7个人办这个活动，也不会讲中文，然后是还有旁边有蒙藏，还有。中华民国说西藏是中华民国的这种的情况底下是有非常孤单的，然后现在以前我台湾27年，现在来讲一点没有孤单的，因为在台湾现在不管第3代的台湾人是民进党、国民党，但是也是会支持自由、民主、人权这个上面的，所以说很多人在支持我们这个活动。是，所以扎西大哥在台湾听起来有非常多的好朋友正在支持扎西大哥正在做的活动。那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这个西藏流亡政府的，就是我们还需要跟各位听友们来继续解密的，就是有关于那个。
达赖喇嘛就是西藏法王他们在流亡政府当中的这个所谓的外交路线以及未来的走向，我们可不可以跟各位听友们来解释一下，就是我们怎么跟世界的人民、世界的公民们来解释说，藏人的这个流亡政府未来的可能的路线，在这个中间路线上面，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跟时间表？好，那第一我讲，现在因为虽然你也刚刚提到，我是从18岁，我是西藏独立路线的，然后到今天也是，现在也是有一个年纪，但是我的路线没有改变的哈。那很多人会觉得说，西藏独立路线的人，他们不支持达赖喇嘛吗？还是不尊重达赖喇嘛，不听达赖喇嘛的吗？也不是这样，因为达赖喇嘛尊者给我们民主的教育，在民主教育底下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所以法王给我们一个民主，所以呢，我要独立，他要中间道路，可以啊，你有你的选择，我有我的选择，中间是一点也没有冲突的。是，那我今天可以跟透过你们这个媒体，要跟中共如果要讲的话，现在有机会，如果达赖喇嘛尊者的中间道路你们接受的话，是有一个机会。不能呢，现在有很多越来越多的世界各地的第二代、第三代的藏人，是你看现在在加拿大有那么多加拿大的议员藏人，是美国的市长也是有西藏人，没错，这些也是要独立的，这些他们知道我们永远不会变了美国人。今天我也常常讲，我有台湾身份证，但我是西藏人，所以我们讲说台湾的西藏人，说我大姐他们在美国，他们是美国的公务员哦。但是他们不可能说，of course they can say I'm American， 我是美国人，但是美国的西藏人，是懂吗？他西藏不可能会忘记，不会忘记了。所以说现在达赖喇嘛尊者的那个中间道路并不是为了西藏一个好处而已，中国自己也有好处的。所以是这个如果没有接受的话，那独立的路线是现在越来越强，但是因为现在看不到那么强的原因，是因为达赖喇嘛尊者在这里旁边，所以说西藏那个中间道路上面也有很多，你刚刚讲说我们的外交官来讲，都是达赖喇嘛尊者的关心，他的力量，所以说在世界各地很多领导人在支持西藏的活动上面，那有时候自己国家非常重要啊。所以说你跟中国一定要一个经济上面的一个交流，那西藏要想独立，那你一直直接要独立上面你也没办法帮忙的，因为你也是要看你自己的国家的经济嘛。所以呢，中间道路合适啊，合理啊，你可以帮助中间道路上面，你可以提出来这个也合理的原因是，原来这个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嘛，自古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今天他没有说我要独立哦。他是要跟你合作的哦，他要听你的哦，他在自己的土地会供养给你的，要一起这个上面帮助的比较容易嘛，也有这个。然后另外一个是600万的藏人在西藏里面，他们最重要的，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自己的土地，所以他们在70多年，中共各式各样的方式打压，但是不断的没有放弃的努力中所以说那。有一天他们放弃的话，有一天我们西藏的文化、宗教、教育全部消灭了，你独立也没有用了。所以呢，法王的想法跟中间道路，我前面有讲过，中间道路讲话是很简单。那个是我跟藏人讨论的时候，你讲中间道路很简单，你可以放弃你的1个月的薪水要发给别人吗？你说不嘛，我那么30天辛苦的那个钱，我怎么会给隔壁呢？你是国家一个国家原来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你又分给中国，你怎么会可以呢？所以说，真正的实际上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因为藏传佛教跟因为达赖喇嘛的关系来讲，今天要放弃自己的国家，要来中间道路的，但是独立的路线也继续越来越多。3代4代，因为他们有看到，像我每次都在台湾的时候，那个什么 World Game， 我们有世界比赛活动的时候，虽然听起来很难听 ，China Taipei 什么 Chinese Taipei， 是很难听的，但至少有一个 Chinese Taipei 在那边比赛的时候，跟中国一起是有机会可以比赛的嘛。
我们没有这个机会啊。是，所以我们想说，为什么没有机会？因为没有国家嘛。所以我们也有一个国籍，我们也有一个文化、宗教，我们自己文字，我们自己一个国家要的所有的，我们也有，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参加国际这些比赛的。所以第3代、第4代在美国、欧洲，在国外出生的他们人，也想到说，那原来我们自己国家原来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今天如果这个独立国家我们呈现一个独立的话，我们也是会参加这种比赛。所以说独立的路线是很多。看很多世界的那个权利跟这些，所以越来越多。因为其实听到扎西大哥过去的这个新闻采访的资料里面，有曾经听扎西大哥讲过一段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而且非常中肯的事实的话，就是扎西大哥曾经认为，就是有关于西藏、香港跟台湾处境，其实非常的类似。那我想就是因为我们解密404是面向的是广大的台湾公民跟世界公民，那想问扎西大哥有关于就是您在那时候采访回答这句话的意思，可不可以帮我们再解密一下里面更深的意义？就是台湾人民到底要怎么看待中共政府这件事情，要怎么在事实上去解读中共政府？前面你刚刚讲的香港哈，那我是这样可以说嘛，1959刚藏人流亡是，然后后来有中国民运人士，很多流亡在世界各地，没错。那现在来讲，也有那么多香港的年轻人在流亡中，是。那台湾每一个我们要面对中共，没错，台湾也好，香港、维吾尔、西藏。中国民运人士也是要面对中国共产党，但是那个情况不一样，所以我们西藏的情况不一样，香港的情况不一样。台湾有时候我们口号的时候，我们会说那个 Free Tibet， 对，Free Hong Kong，我没办法说 Free Taiwan，我也没办法，我也不想说台湾独立，原因是我觉得台湾本来就是独立，台湾本来就是 free， but let me go keep Taiwan free， 意思是我们本来就是在 free 中，你不要那么吵的意思。所以说 keep Taiwan free， 我不会讲像 free Tibet、free Hong Kong、free Taiwan， 我不会讲这种。所以因为情况的关系，所以不一样的。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因为最近是很多国外的我们认识的人也是会一直打电话给我，那个时候说中共会不会打台湾啊？你们有没有紧张啊？你们有怎么讲一大堆的事啊？我是真的没有看到在台湾人有紧张，有什么事，完全没有看，大家在开开心心，但是一点没感觉的。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跟他讲说，有可能中共自己应该要紧张吧，因为台湾的民主会影响到中国，所以说因为很多像特别我们大选举的时候，中国政府自己会控制他们的人民，不让他去台湾嘛，没错没错，因为他有看到台湾的那个什么老百姓的权利啊，可以投票，或者是像我一个西藏人在台湾，我也是做一些活动，然后我的很多那口号上面也是有提到很多自己的想法，是西藏独立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那这些一个民主国家上的老百姓的权利，他们知道看到之后，他们自己回去自己中国，那没有这个机会嘛。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中共自己要紧张，然后要台湾的民主会影响到中国。是。所以像那时候那个台湾像被那种环台群演包围的时候，就您听到你听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是吗？对。就会觉得这是很自然的，就是他们本来就要欺压周边的国家，对，可能骚扰很多，对，因为他从那个第一岛链全部都骚扰过一遍了，没错没错。所以实际上，其实中共政府所作所为，其实在扎西大哥口中，其实我们可以听到他的分享就知道，原来在这个世界上，流亡政府这边就是关于他们的和平诉求等等，然后再来是在看待这些新闻事件的时候，我们有怎么样更深一层的这个解读是非常重要的。是，对。那还想问扎西大哥，就是刚刚您有分享，就是有关于比如说你们有那个特殊的学校，然后去保存了藏人的教育跟文化，然后在流亡的2、3代里面，其实可以不断的去保存这个文化上面的
的记忆跟那个语言上面的这些渴望等等。可是问题是，台湾人很多在有些时候，因为我们在过去的历史当中也历经了所谓的什么国语运动，然后有很多的语言是最近的政府才开始不断的把它抓回来的。那想问扎西大哥，就是关于藏人在保存文化这件事情上面的努力，除了学校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或者是平常生活当中必须要去实行的？是我们藏传佛教那一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文化、宗教、教育，全部在藏传佛教里面。所以刚初应该中共没有那么了解，所以后来你看，现在在西藏里面的所有的寺庙里面喇嘛很少啊。然后他们也是特别2008年之后，他们有应该之前有成立，但是2008年之后要更严重的，他们说爱国教育。爱国教育里面，他们带了很多喇嘛跟尼姑。然后穿了那个他们军队的那个衣服，警察的衣服，然后又让他们唱这些什么歌，红歌，太阳跟月亮是一个妈妈的两个女儿，妈妈叫中国，这种的他们要洗脑这个爱国教育，然后说爱国是因为你乖乖听政府的话。你是爱国的，你如果批评政府的话，你不是爱国的，是这种的嘛？所以呢，我们的藏传佛教里面是很早就有一个自由的，因为佛教里面没有说像达赖喇嘛尊者常常讲的，我讲的话你不是一定要相信啊，你自己思考一下，我讲的话有没有道理？你觉得有道理，你 OK， 那相信我；你觉得没有道理，你也不需要听我的话。所以这些是一个宗教上面有一个自由的想法。所以那个是不是刚刚出来？这样2500多年之前，藏传佛教就已经存在，对，存在那边。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有这个自由，并没有说上面讲的话你一定要听的。上面讲的话，他是比我长辈，或者是比我大，他有讲的。但是要不要听，有没有道理，我有一个选择，我有一个权利。所以这些藏传佛教，然后藏传佛教里面也有像我们的文字啊，我们的一天的过程的你的生活上面也有，这个里面也是有提到的。所以本身我们的宗教是未来我们的文化教育，我们的文字什么的最重要是我们宗教里面。所以呢，后来慢慢中共一直在控制我们的宗教。那还在像我们前面讲的达赖喇嘛尊者，或者是边城喇嘛，或者是有很多寺庙的传世要仁波切，这些也是中共要管制的。主要是中共知道，因为你管制宗教的话，你可能可以管制到人民，但是也不成功了，因为他有假的边城喇嘛提出来。现在在西藏里面600万的藏人不会支持那个假的边城喇嘛。你可以看到一些是中共，或者是他支持那个藏人是有可能他的姐夫是汉人，或者是他的什么什么有一个跟汉人有关系的这个。那另外一个来讲，中共人是会发给你钱嘛。所以今天假如说我在南投，今天那个假的边城喇嘛会来南投，我要准备很多人，那一天要给他们钱，然后他们会一起过来支持他。但是真正的不是支持嘛。所以那个是中共也知道说是没办法控制，没办法假的拿出来是要控制人民，所以他才会越来越打压。对。然后那这样的话，现在外面的可能流亡的藏人跟里面的这个600万的藏人，就是要怎么联系？联系还可以很密切吗？然后我们就会要怎么关心到现在还在西藏里面的人的情况？好，那这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前面我们几年之前是在我们每次都办那个达赖喇嘛尊者的一个健康灌顶。有一个我们是一个宗教上面的一个活动，是非常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年会办一次，在瓦拉纳西，是那个布迪加呀释迦牟尼佛的那个地方，那边朝圣的一个地方，在那里是那个时候很多再从西藏也会来，因为有些没办法直接到印度，但是他们从西藏到尼泊或者西藏到泰国，然后他们会过来印度参加这个法会，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会彼此会了解西藏人在印度的西藏人在我们的情况，我们也有听到西藏里面的情况。那后来这个中共知道之后，中共不让他们
出去参加这个法会。然后最后那一年，我如果没有错的话，2012年的时候，是那个时候很多藏人有来参加我们这个法会，然后突然中国政府有一个跟大家讲要马上要回来，所有的中国人要回去自己家，不管你在哪里。那个是因为主要的目的是在印度的藏人，他们要去尼泊之后要去印度的这些人要回去，要回来西藏之后，他们所有的护照拿走了，所以本身那一年开始是很少藏人从回西藏到印度，然后另外一个是在印度那边的印度政府跟中共有不和的时候，印度政府有停掉一些中国的 apps 那个外星 WeChat，他们有一个 WeChat，我们在用 Line， 他们有一个 WeChat 微信，这个微信印度政府有后来停掉嘛？停掉之后，也我们没办法联系，我们没办法要知道很多情况。那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新的发展的时候，有一个好跟不好，因为有 WeChat 的时候，有好就是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在西藏的情况。那有一点比较危险是有时候突然在那边西藏里面的西藏人寄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们会抓走了，因为资料库就在那边。监控，对，有这种的。所以说现在是我们主要知道是说在流亡的，我可以直接讲在台湾，200多个藏人在台湾嘛，那大部分他们的亲戚朋友家人在西藏，那很少是像我这种的在流亡出生的，比较多是从西藏出生，然后到印度流亡，然后过来台湾，要拿到台湾身份证，那他们很少会参加我们的那个西藏运动嘛，是原因是因为他们要回去西藏的时候，他们中共会恐吓他们家人，你去参加任何的西藏的活动，他们马上会压力给他们的家人，你懂吗？所以那这个部分我们会知道说，那多危险，在西藏里面根本没有自由人权，这些是因为我们从这种的假设来会知道的。了解哦，这样所以听起来等于说，对于西藏里面情况变成是只能从旁敲侧击看到已经这么严重了，就知道哇，那里面的情况真的是更严重。这样是因为中共政府的一贯的手法，就是他把你每个群体都打散之后分化之后，让你们就是没有办法联系，然后慢慢的失去那个联系之后，你就开始没有办法去怎么样营救或者是关联那些任何的诉求都没有办法传到里面，然后里外没有办法连通的时候，中共政府就达成他的目的嘛，就是把你孤立了，然后可以各个击破，这样就是又用国内的家人来控制你在国外的行动，就是那种跨境镇压的报告最近也一直在出来。没错，所以其实不管是哪一个族群、哪一个人种，其实中共在各个世界的角落都在进行跨境镇压。对，因为虽然我是没有去过西藏，也不可能有机会去到中国嘛哈，所以但是我在流亡出生也是，但是我可以讲。流亡的所有的藏人的代表，他们大家的想法是我可以提出来说，因为前面我们觉得中国人听到的时候心里面有生气，因为心里面觉得有一点不开心，然后后来现在我刚刚讲1987、88、89之后，有很多中国民运人士到世界各地，然后我们跟中国民运人士，还有很多中国的人权的律师，还有很多中国里面也有很多私底下过来跟我们合作过很多的活动。之后我们知道说，我们是没有讨厌中国人哦。那个我要讲是真的，因为那个是中共自己要破坏我们汉人跟藏人中间的感情，是，所以因为中国不喜欢3个人在一起啊，你3个人在讲话，他觉得你们在要搞什么，所以他有那么可怕，他自己有那么没有安全的感觉，所以一个汉人藏人要和解的话，他会更有压力的，所以他是破坏我们的感情。那虽然我们觉得不管汉人、维吾尔人、西藏人什么人也好，你不乖乖不听中国的话，大家有压力，大家有麻烦，所以中共是不想要西藏人跟汉人跟维吾尔人混在一起，他们没有这个什么，
他们不开心的，所以他们会弄很多汉人跟藏人中间有很多矛盾。那所有人我们是没有讨厌，我们觉得大家在苦难中，大家在不快乐中。那中国人如果说今天你觉得你在很快乐，经济上面快乐什么什么快乐的话，那是假的快乐。你的现代的中国人，你的小孩子根本没有这种的自由，要表达自己的意见，然后没有。所有人在你自己国家上，但是像一个流亡的藏人，我在流亡政府可以批评啊。如果我们政府真的不对的话，不会怎么样。一个民主的方式我可以表达嘛。他们完全没有这个机会，然后你们一代到一代就是控制，中共会控制你们而已，政府会控制你们的那个什么generation to generation。所以说我们要一起大家团结的做活动的话，一定会达到大家的目的，对。谢谢扎西大哥。所以今天很荣幸请到我们扎西大哥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的听友还有观众朋友来分享了关于流亡藏人在世界各地的和平诉求，以及未来藏人的这个想要达到的这个目的等等。那我们节目哪边可以让听友跟观众朋友听得到呢？要多了解的话，可以从 Apple Podcast、SoundOn、Spotify、Firstory， 还有 YouTube 跟 KKBOX。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我们就陪着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6点钟，陪着你下班，陪着你放学，陪着你度过安稳的周末。然后我们就期待下集再见了。我们请扎西大哥跟我们节目上面的听友还有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好，扎西的嘞，再见。所以那个吉祥如意也是可以用在那个问候，也可以用在结尾这样。谢谢扎西大哥，谢谢扎西大哥，谢谢。谢谢。